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辉达创办人黄仁勋在2026年台北国际电脑展首日发布的 GTC 主题演讲，已经彻底震碎了华尔街此前关于新一代 Vera Rubin 平台可能延期的所有谣言。数据显示，这款代表着全球算力天花板的超强平台已正式进入全面量产阶段。然而，就在全球科技多头为之欢呼雀跃时，中国 A 股的玻璃纤维与网通材料板块却在今天遭遇了一场毫无预警的集体暴跌，多档龙头股录得 10%至13% 的惨烈跌幅。这场由辉达一场演讲引发的材料供应链大地震，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如果您对辉达的理解看停留在单纯的图形处理器垄断，或者认为人工智慧硬体升级与传统材料无关，那么今天将会用最硬核的底层数据与材料物理学，为您彻底拆解辉达在2026年6月1日最新曝光的两大王牌，将 CPU 与 GPU 的配比推向1:1的 Vera 专用 CPU， 以及在 Ultra Rubin 平台中彻底颠覆玻璃纤维生态的聚四氟乙烯副铜板材料革命。首先，我们来看看高盛与花旗最新发布的报告中，针对 Computex 首日释出的辉达核心进展进行的定量拆解。花旗指出，黄仁勋的主题演讲最核心的里程碑是正式宣告 Vera Rubin 平台已进入全面量产阶段。这项进展以雷霆之势回应了此前市场上部分空头关于先进封装产能吃紧，可能导致新平台出货延迟的质疑。高盛也指出， Vera Rubin 营收攀升10成的如期兑现，将会为全球超大规模云端巨头在2027年的资本支出计划提供最强大的落地载体。这极大地强化了全球资金对半导体板块下半年及明年业绩增长的能见度。然而，相比于意料之中的 GPU 升级，这一次演讲中最让华尔街感到震撼的是辉达在中央处理器领域发起的一场喧宾夺主的史诗级跃升。花旗在报告中披露，辉达正式推出了其专门为 AI 代理人工作负载设计的专用中央处理器 Vera CPU。这款 CPU 的效能表现堪称恐怖，在执行 SQL 资料库工作负载时，其性能是传统 X86 架构处理器的3倍，而在执行常规数据处理时，效能增幅更是达到了惊人的6倍。更为关键的是，这款处理器的推出彻底改写了数据中心内部硬体配比的历史规律。花旗报告强调，历史上在辉达的算力架构中，每卖出2颗 GPU， 通常只需要配置1颗 CPU，这使得英特尔与超微的 X86 CPU 长期在 AI 伺服器中扮演次要的主机角色。然而，在全新一代的 Agentic AI 时代，由于任务协调、模际控制与记忆体调度的复杂度呈几何级数攀升，黄仁勋给出了一个极其震撼的定论：在 AI 代理人的时代， CPU 已经成为了 GPU 的最大瓶颈。为了打破这项物理桎梏，辉达在2026年的全新机架系统中，将 CPU 与 GPU 的配置比例直接拉升至近乎1:1的极限状态。系统甚至配备了由256个独立 CPU 组成的独立机架，专门用于处理海量数据的预读与储存调度。花旗指出，这一颠覆性的架构转变，使得 OpenAI 与 Anthropic 这两大全球顶级人工智慧巨头，已经在第一时间成为了 Vera CPU 的早期采用客户。这直接在数据中心市场对传统 X86 双雄的帝国根基发起了致命一击。除了在企业级数据中心领域的全方位垄断，辉达与微软这两大巨头在消费端 PC 市场的野心也昭然若揭。高盛在报告中指出，辉达联手微软共同发布了名为 RTX Spark 的全新晶片与平台，这标志着一个由边缘 AI 驱动的全新 PC 时代正式开启。这项合作的底层逻辑在于，微软与辉达试图利用其在图形与边缘运算上的生态积累，全力推动基于 ARM 架构的 Windows 系统的普及。在过去，由于缺乏强大软件生态与硬体晶片巨头的通力配合， ARM 架构在传统个人电脑市场的进展极其缓慢。然而，这一次辉达与微软进行了深度的软硬体协同开发，通过专门的 AI 软件开发工具包，将原本运行在云端的100亿级大模型直接无缝本地化部署在配备 RTX 显卡的个人电脑上。高盛分析指出，这一侵略性的动作将会直接对传统 X86 晶片在消费端市场的存量份额形成强大虹吸。这也是多数科技资金在 Computex 首日后纷纷调高辉达消费端板块估值的重要原因。
然而，就在大众被 Vera CPU 与 RTX Spark 的强大性能所吸引时，全球半导体材料供应链却在悄然经历一场釜底抽薪式的革命。这也是今天中国 A 股多档材料股崩盘的真正原因。花旗发布的另一份专题报告中，深入解密了辉达在最新 Ultra Rubin 平台中针对正胶背板所做出的重大材料更替。花旗指出，辉达官方证实将在 Ultra Rubin 的正胶背板中正式采用聚四氟乙烯副铜板，来全面替代传统的 M9 级与 Q-Fabric 高端玻璃纤维副铜板材料。这项材料变更迅速给出了供应链的明确导向，却给传统的玻璃纤维与高阶材料生产商带来了毁灭性的利润痛击。要理解这场材料革命的惨烈，我们必须回到物理学的底层逻辑。在传输速率达到 1.6T 甚至更高超高频率的 AI 数据中心里，信号在正胶背板介质中传输时会产生严重的介质损耗。传统上，大厂多采用高规格的 M9 玻璃纤维布来制作副铜板，但随着传输速率逼近物理极限，传统材料的介质损耗已无法支撑 Ultra Rubin 的极限信号完整性。而聚四氟乙烯副铜板其最核心的物理特性在于，它具有极低的介电常数与极低的介质损耗因素，且在制作过程中完全不需要使用玻璃纤维布。这意味着辉达一旦在 Ultra Rubin 中大面积铺开 PTFE 副铜板，对于全球超高端玻璃纤维布的需求将会面临断崖式的萎缩。这也直接解释了为什么在6月1日消息公布后，中国市场的玻璃纤维材料巨头如建滔基层板股价暴跌 13%， 巨石股份下跌 10%， 飞利华暴跌 13% 的悲惨现状。虽然 PTFE 副铜板早在2019年通讯 5G 时代就被视为基站建设的核心材料，但花旗指出 PTFE 副铜板存在3大瓶颈，首先是造价极昂贵，其次是化学惰性强，导致多层板制作面临极高的粘合难度并拉低良率。因此，花旗分析认为，这一材料更替在短期内仅局限在 Ultra Rubin 的正胶背板中，不会被广泛推广到其他常规 AI 副铜板中。花旗强调，玻璃纤维板块近期的大幅回调，反而为高性价比的材料龙头提供了超跌买入的优良时机。华瑞认为，Vera Rubin 平台的全面投产与 Vera CPU 的强势登场，宣告了 AI 建设已从单一 GPU 堆叠向系统级协同重构的深水区演进。Vera CPU 在资料处理与 SQL 负载上的超强效能，说明在2026年 AI 代理人大规模落地时，传输与调度瓶颈已转移到 CPU。辉达通过1:1的 CPU 配置，将传统 CPU 巨头边缘化，这将推动全球资金持续向辉达这一系统级霸主集结。同时，华瑞认为 Ultra Rubin 采用 PTFE 副铜板展示了辉达追求极限性能的姿态。虽然 PTFE 的造价与粘合良率问题限制了其短期渗透率，但这一风向标重置了高频材料的预期。全球资金在面对玻纤板块暴跌时不应恐慌，因为 PTFE 应用高度局限于超高频正胶背板，常规 AI 伺服器仍维持对高阶玻纤材料的刚性采购。这场因情绪过度反应导致的板块出清，反而为具备一体化制造优势的中国 CCL 龙头提供了超额估值安全垫。当然，未来仍需防范2大核心风险。第一个关键风险在于 PTFE 副铜板在多层粘合中的良率瓶颈。若2026年下半年制造商良率提升不及预期，将拖累 Ultra Rubin 的交付速度。第二个风险是全球客户对 Vera CPU 封闭生态的接受度。部分具备自研能力的云端巨头如谷歌、亚马逊可能会出于自主生态安全考量，拒绝1:1配比的 Vera 系统，转而坚持其自研 XPU 与 CPU 的组合，这将制约辉达专用 CPU 的利润空间。华瑞认为，辉达 Computex 2026主题演讲用最客观的量产数据与材料更替，揭开了 AI 下半场的底牌。这是一场 Vera Rubin 全面投产稳定大后方，Vera 专用 CPU 奇袭 X86 帝国， RTX Spark 开辟 ARMPC 新战场，以及 PTFE 材料革命清洗上游供应链的立体战役。对于投资者而言，要把握这波估值红利，操作重点应从关注空泛口号转向对微观量产数据与材料良率的精细化验证。布局中应跟踪2条线索。第一，
是境外大客户对 Vera CPU 与 GPU 1:1配置系统的实际采购比重，这直接决定辉达2026年下半年利润爆发的斜率。第二，则是密切注视 PPFE 副铜板在正交背板生产中的实际良率，以及常规 AI 伺服器中高端玻纤材料的出货回暖速度。这两项硬指标才是我们在材料拉锯期捕捉高阶材料与精密制造板块超额溢价的关键。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